朝廷发媳妇儿，领了媳妇儿的，1年内生不出崽子，通通发配死字营。灵二狗，去挑个极品回来，老子替你洞房。特种兵王穿越成懦弱小卒，刘武想拿老子当皮条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二狗子，战场上尿裤子，挑媳妇儿你倒是往前凑，看上哪个了？左边那个老太婆跟你妈差不多，娶过去正合适。滚开！这气质绝不是普通刘范。小相公，选我年纪大，懂得疼人，还能生大胖小子。叫什么名字？罪女苏黎。好，就你了，跟我走。疯了！灵二狗挑了个连茅厕都不会上的千金小姐，这是娶了个祖宗回去供着呀！灵二狗，选定了，可就不能反悔了。大周男儿，说一不二。放开我，别碰我！你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女人。你选我，会给你惹大麻烦。我父亲是南疆主帅苏定方，被朝廷赐死。我只知道你是我娘子。我去领口粮和伤药，乖乖在家等我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小妞儿，咱们武长让你去暖床，那是抬举你。到了边关就别装什么千金大小姐了。滚开！别碰我！拿我的女人去暖床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灵二狗，你这软蛋还想英雄救美？老子今天先废了你，再当着你的面办了他！啊！我的手！回去告诉刘武，再敢惹我，这就是下场。滚！你为了我得罪他们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说过，你是我娘子，我不护你，护谁？别看，脏。有点疼，忍着点儿。自父亲被斩，这一路我受尽屈辱，从没人把我当人看。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哭什么？等过2日腿伤好了，咱们就拜天地。灵二狗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刘武长大半夜踹我的门，急着投胎。我怀疑你通敌叛国，屋里那女人就是胡杰的奸细，给我拿下！若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！住手！战场上打胡人没见你这么积极，对自己人倒是威风得很。校尉大人，我怀疑屋内那女犯是奸细。放屁！那是前南疆主帅苏方定老将军的女儿，你敢说她是奸细？若查不出证据，我先砍了你的脑袋！滚！小子，苏老将军对我有恩，以后刘武再敢私吞你军功，直接告诉我，我替你做主。多谢校尉大人。爹娘，不要杀他们！别怕，我在。刘武，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明天我就让你体验什么是特种兵的降维打击。琳琅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你这么盯着我做甚？我这是在感谢老天爷塞给我这么个绝世大宝贝。琳琅又打趣我，你做的这功好生奇怪。这叫复合弓，省力、射程远、穿透力强。今天就拿它见见血。灵二狗，滚出来！今天轮到咱们武区狼峰口巡边，延误军机，老子砍了你！乖乖在家等我，天黑前就回来。去死吧，小畜生！刘武长，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，你是不懂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，宰了他！林哥，林爷，都是刘武逼我的，我不想死啊！怪物，这小子是怪物！抢我的军功，还想霸占我的女人，刘武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林爷，我帮您看住他，等回营交给校尉大人发落。你敢？我姐夫是参军。不是大周的治世剑，嫡系。周国的懦夫，内讧的挺热闹啊，都出来受死！
正愁新武器没处开张，送军功的就来了。懦夫死！下辈子别来犯大白边境。是胡杰探血的摇牌，林二狗竟然杀了3个胡杰人。凌川，怎么回事？刘武和周豪他们人呢？巡边遇袭，他们都战死了。传令，全军备战，加大巡查，把他抬进我营帐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军医说你无大碍，一个人干掉3个狐或斥候，自己毫发无损。刘武他们是你杀的吧？同袍相残，按律当斩。巡边是刘武先放冷箭害我，又趁敌袭临阵脱逃，死于胡爵刀下。我若不还手，早已是刀下亡魂。刘武谋害同僚，临阵脱逃，按律本就是死罪。你自卫反击虽有过，但斩敌3人是大功，此次功过相抵，部长不罚。这袋银子是斩杀胡杰探头的军功赏银，拿去置办家用，好好待苏黎。多谢大人。有了钱，我的武器终于可以升级了。真正的降维打击，现在才开始。琳琅，这火锅太好吃了，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。喜欢吃，以后天天给你做。琳琅，你对我真好。傻瓜，吃饱了往后退点，给你看个大宝贝。这弓长得好生奇怪，2头怎么还有轮子？看好了。天哪，这冻土墙比铁甲还硬，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威力？威力是够了，但普通木剑承受不住这股力量，得换铁剑。杨师傅，帮我改批剑走。胡作人的破铜烂铁，你想怎么改？抹尖点儿。我要这种形状，3道灵锋必须平分，锋线笔直，中间开3条血槽，尾部加3个倒钩。这图纸你是从哪儿看来的？自己瞎琢磨的，能打吗？天黑之前来拿。这剑脑破甲之力远超普通剑支，风冷射击刁钻，中剑者瞬间失去战力，堪称战场破甲利器。冷兵器时代，准备迎接现代军工的降维打击吧。琳琅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自制的金创药，有了它，你的脚伤几天就能好。凉凉的，还有股异香。琳琅，你连医术都懂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得懂。琳琅，夜深了。怎么了？琳琅，你是不是还在顾虑什么？我已经打定主意跟你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敌袭！全军戒备！陈敬欢，大周援军迟迟无至，你们困守孤城有何意义？开城投降，本将饶你不死。叫得挺欢啊！木尔扎，大周只有战死的鬼，没有投降的兵。好远的射程，保护掩体。老马！陈俊友，看到了吗？爷爷我随时能取你们狗命，有种放箭啊！太远了，根本射不到。200步，在特种兵的狙击镜里，这叫贴脸。死！怎么可能？200步外，一箭破甲。一将一死，将其一断，全军出击！快去查，刚才那2箭到底是哪位神人射的？校尉大人，我儿子曹询可是狼风口第1神射手，刚才那2箭就是他射的。林二狗，你一个连30弓都拉不开的废物，也敢跑来冒领本师长的军功，找死吗？凌川，冒铸军功可是死罪。你说是你射的，你用的是什么弓？大人，属下用的是40牛角弓，配桦木羽箭。我用的是这张自制破甲弓。哈哈哈哈哈！几根破木头加上2个轮子，这种花里胡哨的玩具能射出50步，我都跟你姓。校尉大人，这废物分明是在侮辱您的智商。箭呢？
好霸道的剑簇！此剑名为三棱军刺，整个狼风口仅我一人拥有。拿根破铁罐就想证明是你射的，谁能作证？我能作证。哼，这三棱铁剑是灵川画的图纸，我老杨亲手打造的，那又怎样？说不定是他瞎猫碰上死耗子捡的。启禀大人，在城外200步的雪地里找到射穿敌将的铁剑，以及断裂的将旗青杆。曹询，你那化木羽剑能砸出这样的活口吗？大人，这是误会。抢我的军功，你配吗？校尉大人，就算这剑是他的，也保不齐是他瞎猫碰死耗子在城外捡的。250步外射穿重甲，就凭他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做到？我不服！我要他们明日在校场当众比试。好，既然你不死心，明日校场比剑，一剑定功过。若查实冒领军功，按军法处置，每人3剑。曹询，你先来，给我中！连马犊子都碰不到，还敢说是自己射杀的敌将？我放弃第3剑。凌川，到你了。几根破木头加上2个铁轮子，拿这种小孩玩具来射箭，你能射出50步，我当场把锅吃下去。现实来了验人什么叫做降维甲击。啊！碎了！250步外，连木桩都干碎了，绝世凶器！曹询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这个逆子，竟敢蒙骗老夫，冒领军功！我今天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够了，曹处长，别演了。曹询冒领军功，按律当斩。念其以往苦劳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倒。褫夺师长之职，贬为罪末等部督。务标标长老马战死，群龙无首。我提议由凌川接任务标标长之职。校尉大人，卑职不服。剑术再高，也只是个单兵。打仗不是儿戏。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新兵蛋子，懂什么是排兵布阵？把务标100多号兄弟的命交给他，卑职绝不答应。纸上谈兵没意思。梁师长，想怎么比？划下道来。好，够种！你我各挑5人，用木刀白灰进行实战对抗。你要是能赢，我梁胜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。不用等明天，给我3个时辰，我用最普通的兵打爆你手下最强的精锐。凌川啊，年轻气盛是好事，只要你主动放弃标长之争，来我甲标，我保证给你个10掌，这袋银子也是你的。曹标长，你是不是觉得有钱有权就能买下一切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真以为赢了梁胜就能坐稳标长？在狼风口得罪了我，你活不过3天。那你就试试，看看是你的权力大，还是我的剑快。滚！川子，你疯了！梁胜挑的可是全营最壮的5个猛马，你挑这几个能行吗？打仗靠的不是蛮力，是脑子。从现在起，忘掉你们以前学的所有王八拳，记住我说的站位：2人持盾在前，死死顶住；2人持枪在后，顺着盾牌缝隙突刺；最后1人持弓，负责压制。这叫5行追阵，盾阻刀锋，枪破中门，弓慎后方。3个时辰，哪怕是头猪，我也能把你们练成狼。练！这是什么怪阵？攻防一体，毫无破绽。废话少说，梁胜，来挨打！好一个攻防一体的奇阵，我梁胜输得心服口服。从今往后，务标上下为凌标长马首是瞻。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传我将令，凌川即刻升任务标标长。老马，你的仇我报了，你的兄弟我接管了。只要我凌川活1天，胡杰的铁蹄就休想踏入大周半步。
谁能告诉我哥是怎么死的？启禀八叉将军，穆尔扎将军是在狼风口被周军在250步外一箭射杀。放屁！周人的软弓怎么可能在250步外射穿我哥的重甲？这是什么兵器造成的伤口？3道冷锋破甲之力极强，形制诡异。周军何时有了这等怪物？查出此人，必除之而后快。传我将令，集结血狼卫，踏平狼风口。好强的杀气！林老，找死！能避开城墙暗哨潜入城内，狼风口有内鬼。小子，怪只怪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曹标长让你3更死，你活不到5更。林标长，曹正为什么要杀你灭口？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校尉大人，林标长，我亲眼看到曹正的心腹深夜偷偷出关去见胡绝人了。曹正这畜生竟敢通敌叛国，我这就去砍了他！大人息怒，捉贼拿赃，现在去，他大可反咬一口。余生，曹正最近有什么异常举动？有，曹正包下了城里的吞血楼，明日请所有标长和校尉大人去吃年夜饭，还私下运进去了一大批兵器。鸿门宴想把我们一网打尽，然后开城门迎胡前大军。好啊，明晚这顿年夜饭我陪他好好吃。都给我藏好了，等药效发作，我摔杯为号，冲进去控制陈敬涛和凌川那帮人。是。哎呀，林兄弟，快上座，今晚咱们不醉不归。曹表长做东怎敢不来？就是不知道这酒喝的安不安全。林兄弟真会开玩笑。掌柜的，茅房在哪儿？那小子怎么出来了？去弄死他！就这点破烂防线，也敢摆鸿门宴？校尉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，快请上座。各位，这可是我花大价钱弄来的10里香，咱们敬校尉大人一碗。西域曼陀罗花粉提炼的顶级蒙汗药。校尉大人，请。曹表长，这酒这么香，你怎么自己不先干为祭啊？凌川，你发什么酒疯？这是10里香，我怎么会不喝？是吗？我以前学过一门神通，能听到别人心里的声音。曹表长，要不要我把你现在想的事当众说出来？一派胡言！你现在在想，这酒里下了足量的蒙汗药，只要我们喝下去，1刻钟内就会失去反抗能力。你还在想，后院埋伏了20个刀斧手，只要摔碎酒碗，他们就会冲进来控制我们，然后你就可以打开城门，迎接关外的胡杰大军，换你一个千夫长的狗官当当。我猜的对吗，叛徒？污蔑！校尉大人，这全是林二狗公报私仇，他有证据吗？要证据，成全你。这些人也是曹正安排在后院的杀手，是老子干的又怎样？这破边关朝廷早就不管了，粮饷克扣，援军无期，老子凭什么在这冰天雪地里等死？放开他，你逃不掉的。老子在外面还埋伏了50个假镖的死忠，来人，给老子冲进来！我的人来了，你们都得死！禀校尉大人，外围叛党已全部受清。不可能，我的计划天衣无缝。天衣无缝，从你的人偷偷出关那一刻起，凌川就已经看穿了你的一切。林二狗，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！做鬼，你配吗？勾结外敌，背叛同盟，按大周军律斩。关外的胡杰大军还在等信号，距离他们约定的子时只剩1刻钟了。校尉大人，既然胡杰人那么想进来，我们何不成人之美？你的意思是发信号，开城门，给巴查尔那个暴君准备一个大惊喜。子时已到，信号呢？曹正敢耍我，老子先扒了你的皮！将军，快看！成了，曹正得手了！勇士们，随我杀进去！财物、战马全都是你们的！给我踏平狼风口！停！不对劲，太安静了！撤！快撤出去！
巴查尔，我大周的瓮城风景可还满意？陈静瑶，你这卑鄙小人！巴查尔，听说你在找射出这支箭的人。是你？哼，欢迎入局。放箭，压住他们！从两侧报道冲上去，拿下城墙！有神射手！在特种兵面前玩狙击，你还嫩了点儿。灵川，败到快守不住了，砸碎石阶！不，留着。倒火油，放火箭。好狠的手段！只要巴查尔还活着，城外的胡杰军就会拼命搬石救人。我们以逸待劳，牵制敌军主力，最大限度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。传令下去，放缓攻击节度，把他们拖在这里。不对劲，城里雷声大雨点小，周军是在把查彻将军当诱饵，消耗我们。撤！快撤！距离300步，风向西北，风速6级。强者不杀，不与顽抗者，格杀勿论。相公，吃点热乎的。1000敌军被击溃，我军阵亡不足10人。灵川，你小子简直是个怪物！这战炮造上去，节度府估计以为我疯了。巴查尔一死，胡杰必然震怒，下一次来的可就不止1000人了。那依你之见，来多少挡多少。神药啊！一晚上就能让刀伤结痂。老朽行医4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霸道的金疮药。二狗子，不，林表长，这药还有吗？祖传秘方概不外传，不过我可以帮你多配几副。没有现代工艺剔纯，给你配方你也做不出云南白药。陈大哥他们都在夸你，说你不仅身手好，谋略更是天下无双。等赏银下来，我给你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姻，让全城的人都来喝喜酒。傻瓜，哭什么？相公，小黎愿意把一切都给你。相公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酿酒。我这酒若是酿出来，什么十里香，连洗脚水都不如。表长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漠北节度府来人了，是刘武的姐夫，校尉大人让您立刻去大营。打了狗，主人终于找上门了吗？务标标长灵川，见过张大人。你就是灵川，听说除夕夜的绝杀布局出自你手。是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可惜你不该杀刘武。刘武再草包也是我的小舅子，你杀了他，我今天就得拿你抵命。张大人，刘武等人是死于胡杰斥候之手，此事我已查明，绝非灵川所为。胡杰赤金，那为什么偏偏其他人都死了，唯独你活了下来？因为属下身手好。好一个身手好！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把人带上来。不得！本参军在此，你不用怕陈校尉包庇凶手。你如实说，刘武是怎么死的？刘武长就是灵川杀的。大人，当日巡边前，刘武长就是要趁机做掉灵川，结果他们全死了，肯定是灵川反杀的。猜测也能当证据。包庇凶手是死罪，我陈正要愿以军令担保。好，杀人的事暂且不提。武德，你腿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这是巡边前一日，灵川用飞刀刺伤的。大胆灵川，残害同胞，你可知罪？如果辩解，就会牵扯出刘武企图霸占苏黎的事。苏黎身份敏感，绝不能暴露。属下知罪，任凭大人处置。好，好，念你杀敌有功，罚你10军帐，赔偿吴德10两掏药费，战功奖上扣付1半。属下领命。小子，今天算你命大，你最好祈祷，别让我抓到把柄。你小子真沉得住气，为了弟妹，宁愿自己吃亏。被狗咬了一口，我不会马上咬回去，我会直接把狗炖了。
林彪长，这是扣除罚棍后您本次大捷的赏银，一共50两。有了这笔钱，我的特种军工坊就能开张了。张继、节度府，你们的权力游戏很快就会在绝对的火力面前变成一堆废纸。掌柜的，把店里最好的锦缎全拿出来，给我娘子做喜服。哎呦，林彪长，这可是灵州来的上好锦缎，整个狼风口独一份。相公，这太贵了，要不咱们换家普通的吧，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呢。我灵川的女人成亲这天必须是全天下最美的。这4匹料子全要了，做2身喜服，3天后我来取。相公，你对我真好。杨师傅，上次的3棱铁剑效果极好，我准备大批量打造，先定。把你的臭钱收起来！这么多！狼风口的老百姓听说你要成亲，自发凑的铁料和铜板，老头子我熬了3个通宵打出来的。小子，是你手中们给你的狼贺礼，拿着。不仅是为了苏如，为了这些百姓，这狼风口我也守定了。灵川，可算找到你了！快把你的5行追阵全图给我画出来！我研究了3天，这阵法简直是步兵克骑兵的绝世杀阵。校尉大人，光有阵法可不够，你可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周的士兵1对1永远打不过狐邪人？你们缺的是魂。猛虎虽强，人亦能杀之。战败不是因为体型，勇往无前的气势，舍我其谁的霸气，视死如归的决心。全军交给你操练，我要你给狼风杆铸魂。好霸道的酒香，这是什么酒？我自己酿的。不过校尉大人，这酒烈得很，得小口品。笑话，我陈静瑶千杯不醉，这酒看着跟白水一样，能有多烈？我的天，你这酒里加刀子了吗？一条火龙顺着喉咙直接烧到肚子里。都说了，得慢点喝，入口如刀，回味无穷，这简直是仙酿。神都的那些贡酒跟他比，就是马尿。从今天起，全军操练由灵川接管，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哼，校尉大人，林彪长杀敌是厉害，但带兵操练，兄弟们可不一定服他。不服？很好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打赢我，教导你来当；打输了，以后操练全听我号令，不得有半句怨言。看人！服吗？服了。从现在起，忘掉你们以前学的王八拳，所有人按照5行追阵的站位给我练，动作不达标的，今天谁也别想吃饭。很好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明日我大婚，全军放假1天，都来喝我的喜酒。林彪长威武，新婚大吉！大婚？哼，张大人送你的大礼已经在路上了。乖乖，嫂子这身锦缎，真像天仙下凡啊！吉时已到，新人拜堂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闹洞房去了！娘子，你真好看。相公也好看。相公，遇到你是小瑞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不管将来你是封王败将，还是战死沙场，小离都生死相随。傻瓜，我灵川发誓，这辈子绝不负你。若有人敢伤你分毫，我必让他付出代价。林郎官，别磨蹭了，兄弟们还等着敬酒呢。今天非把你灌皮胯不可。等我，我去把外面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给打发了。打仗我们不如你，但论喝酒，我们乙彪的兄弟还没怕过谁。是吗？今天我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烈酒。不怕死的就端碗，
林兄弟，你这也太抠门了吧！每桌就这么点酒，哼，还不够老子漱口的。熊老哥，话别说太满，我这酒，你若能一口闷下1碗还不倒，我倒赔你10两银子。好香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熊广，别喝那么猛。晚了。好烈的马尿。这酒味烧刀子，兄弟们，今天都给我敞开了喝。好啊，老头子，我就等这一口了，谁也别跟我抢！阿史那将军，张参军有令，晋阳风口灵川大婚，全军皆醉，防备最为空虚。灵川，就是那个杀了我2员大将的周人。传令全军，今夜踏平狼风口，把灵川押到军前示众。杨师傅，帮我打这把刀。刀身修长单刃，刀脊却这么厚。刀不像刀，剑不像剑，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老杨，敢不敢打个赌？这把刀能轻松刺穿胡杰重甲，一刀斩断马腿。放屁！老夫打了一辈子铁，凡铁怎么可能破甲？你要是输了，以后每天给我送一坛烧金子。成交，但每一步必须按我说的做。先把那桶黄泥浆倒在炭上。你个败家子儿，那好好的木炭全让你糟践了，还怎么烧？别说话，拉风扇。这怎么可能？平时要烧1个时辰的铁矿，半个时辰就化透了。没有煤炭，泥浆裹木炭能极大减少热量流失，炉温直逼1200度。现代冶炼学了解一下。出炉，折叠锻打15次。等等，干什么？覆土烧刃，土层能让刀脊降温变慢，保持极强的韧性，而裸露的刀刃瞬间冷却，硬度极高。这叫胶粘刚柔并济。这等纹路，老夫30年未见。这到底是把什么妖刀？别磨蹭了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这是我用西域金刚打制的刀胚，加上覆土烧刃工艺，才能削铁如泥。单手刺穿铁盾，这怎么可能？最后一下。哼！削铁如泥，绝世神兵啊！灵川，老夫输得心服口服。昨晚巡边的5名兄弟失踪了。
现场只留一滩血迹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没有尸体，没有动静，看来是血渊开始杀人了。走，去校尉营。肯定是胡觉赤后干的。校尉大人，给我1000人，我掘地3尺也要把这帮杂碎挖出来。灵川，你怎么看？大张旗鼓的搜捕，只会逼他们狗急跳墙，伤害百姓。给我狼门口的详细地图，越详细越好。特病兵反恐第一法则，带入恐怖分子的视角。他们人数少，想要制造最大混乱，目标只有2个：粮仓，还有全城唯一的水井。他们今晚一定会去投毒或放火。这次任务极度危险，随时有可能牺牲，怕死的现在可以滚。好，那从现在起，你们是一支特战小队。我下达的任何命令，哪怕是让你们去死，也必须无条件执行。现在都给我去准备黑衣、短刀、连弩，入夜行动。灵川，一定要小心。企图破坏我的大计，你就是灵川？废话真多。我们可是分兵两路的。留2人守粮仓，其余人跟我走。有血腥味儿。敌袭！撤！不对，应该还有一个人。原地待命，谁也不许跟来。好快的剑，比之前那个神射手铁勒还要强。听声音，他已经拉满弓了。周军的弓最多保持10息就会力竭手抖，我只需等他力竭。怎么可能？拉满强弓这么久，竟然连一丝弓弦震动的声音都没有。他到底是人是鬼？金狼刀，血压的百夫长。能逼我拔出金狼刀，你这大周守军足以自傲了。就这点力气也想火？穆尔扎兄弟死在你手里，真是个笑话！结束了，大周守军，记住，击败你的人是血阳百虎掌。师长，你杀了那个怪物，剥了他们的铁甲，带崔梭回家。还有活口。娘，我一直没有出声，我乖不乖啊？他的父母拼死挡住刺客，把他藏在这里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孤儿。
你很乖，你爹娘去城里办事了，让我来接你。8名血压精锐，就这么被你们10个人全歼了。金狼刀，凌川，这刀你从哪儿弄来的？那家伙的。校尉大人，这刀有什么讲究？在胡节，只有义军主将或者血鹰军团的百夫长才有资格佩戴金狼刀。凌川，你杀了一个血妖百夫长，这等战功，放眼大周100年也绝无仅有。你说什么？血压被凌川那个泥腿子全歼了？是，而且凌川还杀了1名百夫长。好一个边关兵王！传信给阿史那，大军压境，我倒要看看他凌川能不能挡住1万铁骑。相公，你受伤了，这孩子是……我没事。这孩子叫楚北，他的父母被胡卷刺客杀了。好孩子，别怕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废物！去拔燕带去的血幽精锐竟然全军覆没，连金狼刀都被周军缴了。狼营口弹迷之地，连折我3员大将，此仇不报，我拓跋桀誓不为人。霍元清，末将在，给你3000精锐，10日内我要踏平狼风口，斩尽守军。若拿不下狼风口，末将提头来见。是岁急报，胡节大将霍元清率3000精锐，距离狼风口已不足50里。狼风口现有守军470人，根本挡不住3000胡节重甲精锐。校尉大人，咱们500人对3000，根本没法打。节度府的援军和粮草呢？没有援军，粮草也断了。混账！我们在前面拼命死守，张继那个家伙在后面断我们生路。这破城，老子不守了！都给我闭嘴！是，朝中确有奸佞，张继之流该杀。我们在这里拼命，他们却在后方克扣粮饷。但你们回头看，我们身后是什么？是我们的父母妻儿。我们退了，胡节铁骑就会踏平中原，生灵涂炭。我陈敬尧不是为那些贪官污吏卖命，我为这天下黎民，为身后的父老乡亲而战。今日就算血流干，骨头碎，也要让胡节人知道，大淮边关的脊梁还没断。誓死追随校尉，死战不退。书生亦有气节，这才是真正的军魂。死战是下策，我去一趟漠北节度府，找张基要粮要兵。等我，我一定会带着粮草回来。相公，若狼营口城破，小茹绝不独活。黄泉路上，我陪你。驾！300里，必须在天黑前赶到。前方将士在冰天雪地里啃树皮死守，这帮蛀虫却在这里醉生梦死。朝堂奸逆当道，才让边关沦落到这般田地。几位参军大人都在处理军机要务，没空见你一个小小标长，等着吧。行了，大人们都歇息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上车吧，边关兵王。我知道你的来意，胡节压境，粮草断绝，那为何扣押军粮，迟迟不发援兵？因为你杀了我小舅子刘武。要我发兵可以，只要你死，我连夜发兵。你死，还是让那500人死？选吧，我临川的命你收不走，狼风口你也灭不掉，老子自己想办法。狂妄，那你就滚回狼风口等死吧。没有调令，弄不到军粮，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狼营口城破？这位小兄弟，能否拼个桌，讨杯酒喝？请。看小兄弟深夜独酌，眉头紧锁，莫不是在这繁华之地思念故乡了？国若不存，家将何在？寥寥8字，振聋话聩，满朝文武竟不如一个边关小卒。好一个国若不存，家将何在！我敬你。小兄弟既有如此见度，那你觉得如今这大周天下
病在何处？大周的隐患不在边境的胡柯，在朝堂。朝堂之上，权臣结党营私，地方之中，世家兼并土地，底层的百姓活不下去，前线的将士吃不饱饭。至于胡杰，不过是沈燮之灾。若大周军政清明，只需坚壁清野，断其商贸，不出3年，胡杰必将内乱。小兄弟一席话，胜读10年圣贤书。你说的粮草之事，我或许能帮上忙。明日清晨，你拿着去丰通粮行，你要的军粮，他们会给你。多谢先生大恩，狼云口500兄弟永生不忘。苏怡，兄弟们，等我！狼风口只有500残兵，今日先登城头者，赏金100两，给我杀！弓箭手准备，为了天下黎众，死战！先生大恩，但我还需要兵。借兵？整个北疆除了大将军卢辉丑，谁也调不动1兵1夫。他在哪儿？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小兄弟，后会有期。北疆主帅卢混臭，狼风口标长临川，求见大将军。何人挡道？找死！怎么可能？大胆狂徒，竟敢行刺大将军，按军规处置。慢着，他是狼风口的边军，何来行刺之说？带他去大营。不对劲，连个看守都没有，这是故意给我留的死地。混账！被他察觉了。张大人有令，这小子绝不能活着见到大将军。给我搜！这里的建筑暗合八卦阵型，不能乱跑。帅照一定在中轴线上。此人是胡爵派来的谍子，盗取我军机密，就地正法。拿下！拿下！想杀人灭口，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住手！叶大人，此人是胡爵谍子，属下正在……谍子？胡爵的谍子都能大白天在北疆大营里闲逛了？樊鹏，去查今日是谁负责营门值守，全员问斩。叶大人明察，是罗校尉说他是谍子。罗校尉，如果证明他不是谍子，你是不是该把自己的脑袋拧下来，给大将军一个交代？樊鹏，带人走。林兄弟，我可是又救了你一次。走，见大将军。狼风口标长临川，参见大将军。胡杰大将霍元清率3000精锐，已兵临狼风口。我军只有500人，粮草断绝，求大将军发兵救援。放肆！如此重大的军情，为何现在才报？狼风口若失，陈叶涛死10次都不够。3日前谢氏就已出发，昨日我亲自将情报送入节度府，是有人故意扣押军情，断我狼风口生路。大将军明鉴，狼风口易守难攻，卑职以为3000人不足为惧。至于粮草，大雪封路，朝廷的粮迟迟未到，卑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哎呀，都给我退下，凌川留下。大将军，他明明在撒谎，您为何不斩他？斩他？你可知他老丈人是谁？当朝户部尚书，掌管着天下钱粮。我若斩了他，北疆40万大军明天就要脱下棉衣，饿着肚子跟胡卷人拼命。朝中党争掣肘，边军处处受制，这就是眼下的处境。那狼风口的500兄弟呢？成千上万的百姓呢？就活该被当成弃子。胡杰在老龙口和朝天崖集结了重兵，我抽不出哪怕1兵1卒去救狼风口。500兄弟，楚北，我答应过他们，一定会带援兵回去。给我站直了！堂堂7尺男儿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唯独不能对着腐朽的权势下跪。大将军，既然正规军不能动，属下有一计，或可解狼风口之围，启用死字营。胡闹！死字营里关的是什么人？你叶世珍不清楚吗？3000人全是犯了死罪的囚徒，屡战败被打入奴籍的兵马，放他们出营，谁能管得住？一旦哗练，整个北疆腹地都要遭殃。大将军所言极是，这确实是一招险棋，但眼下这是唯一能凑出的兵力了。大将军，我能管束他们。你拿什么管束3000亡命徒？靠你手里的刀吗？属下愿以军职性命立下军令状，若这群人有半个敢临阵脱逃祸害百姓，我临川愿受军法。哈哈，好一个不怕死的边关兵王！临川听令，属下在。从现在起，老夫破格提拔你为校尉。死字营3000军奴，任你挑选，给我狠狠的打，别丢了北疆边军的脸。属下遵命。
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你们以为大将军把你们叫出来，是让你们去给胡绝人的铁骑当肉盾、当炮灰？但我告诉你们，我灵川不要炮灰，我要的是能杀人的恶狼。只要你们与我同负重任，事成之后全部获得自由身份，堂堂正正生活。校尉大人，您说的可真的？大将军亲口允诺，但前提是必须全程听从林校尉指示，不可违令。反正都是烂命一条，老子要做回人！我说了，我不要废物。曾是边军老卒者，能骑马射箭者，出列。目标狼风口，随我！门轴断了，撞开它，击溃周人！做梦！火油罐，给我砸！放箭！陈静豪，我看你能挡多久？把那个大家伙推上来！投石车，霍元清这个叛徒，竟然把中原的攻城利器交给了胡杰人。放！隐蔽，举盾！把库房里那架老床弩给我抬上来，快！给我破！中了，射爆了！校尉大人，没箭了，库房里只有这3支弩箭。城墙破了，云梯上，先登者赏金100两。上，跟这帮杂种拼了！灵川，你借的兵到底在哪儿？校尉大人，狼风口在南边，我们往北绕，要多走整整1天，兄弟们等不了啊！直接去狼风口，1000骑兵在峡谷里就是活肚子。我们要像一把尖刀，绕过主战场，直接插进霍元清的后方大营，烧了他的粮，端了他的老巢。围魏救赵，校尉大人高明，全军下马，原地隐蔽休整。没有命令，任何人不许出声，不许生火。违令者斩。只要熬过今晚，明夜就能直扑敌营。糟了，有人生火，找死！校尉大人，太冷了，我们实在冻得受不了了。就是点个火而已，至于吗？校尉大人，他们是我的兵，第一次上战场不懂规矩，求大人饶他们一命。不懂规矩？这里是敌后，这一股烟就能把胡杰的几千铁骑引过来，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得给这堆火陪葬。出发前我说过，违令者斩。你是彪长，你的兵你自己动手，若不动手，全彪连坐。军令如山，下辈子别当兵了。埋了。校尉大人，出事了！那股烟真的把胡杰的斥候引来了。来得正好，全体隐蔽，准备接客。进入射程，准备。铁台弓，这可是需要500斤臂力才能拉开的怪物，这小子是什么来头？破！怪物，快跑！放箭，不能让他们报信！好恐怖的臂力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聂星寒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亲卫，跟在我身边。我要你的箭，指哪儿打哪。是。校尉大人，从他们身上的腰牌看，是霍元清后方大营的巡逻兵。大营距离这里最多只有10里。全军上马！今夜随我踏平敌营，烧光他们的粮草！星寒，拔掉那2颗钉子。兄弟们，建功立业，解除奴籍，就在今夜！给我杀！敌袭！周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爷爷来送你们下地狱！丢火把！1粒粮食也别给他们留！城墙快塌了，给我冲！将军，你看后面，大营
大营起火了！粮草全完了，怎么会有周军绕到我们背后？是灵川，援军到了！大周的将士们反击！将军，大营被烧，粮草全完了，快撤军回援吧！撤回去吃血吧！粮草没了，我们已经是死路一条，唯一的活路就是拿下狼营口，去抢周人的粮。督战队听令，敢后退半步者，军法处置！给我全军压上！困兽之斗，霍元清疯了，他要拿人命填明狼风口。苏瑶，敌军疯了，今晚城必破，你马上跟余生从后山小道撤离。我不走，我答应过相公，死也要在这里等他。余生，把他绑走！校尉大人，属下也不走，死战到底！上酒！兄弟们，今日若是战死，怕不怕？杀够本了，不怕！好，到了地府，咱们再杀一回。屠满，不鲁，将军吩咐，给我杀上去，拿下陈静云，投石车，给我无差别轰炸！将军，是我们呀！快停下！横竖都是死，跟周人拼了！我有滚石！校尉大人，剑石火油全空了，连石头都没了。那就用刀砍，刀断了就用牙咬。去死吧！老子又赚了一个！院长，城门顶不住了，一旦破门，敌军骑兵冲进来，全完了。城内甬道太窄，挡不住骑兵。兄弟们，怕死吗？不怕！放飞绳，出城迎敌！过来！割绳！列阵，五行追！魔鬼，他们根本不怕死！列阵，援阵防守，堵住城门！一群废物，几百人拿不下20个人！骑兵连，给老子冲过去，冲散他们！表长，看来今天真得交代在这儿了。长枪驱马，刀斩马腿，大周男儿半步不退。苦，别停！他还是人吗？杀了他！兄弟们，一路走好！哭什么？老子现在就送你下去见他们！令川，来生再做兄弟。死吧！什么人？死字营，随我碾碎他们！顶住！给我顶住！叛徒受死！你这混蛋，再晚来半步，老子就真要去地府报道了。相公，敌将已死，狼风口我们守住了！雄光为了砍断胡街工程车的跨板，一个人冲进了敌阵。他是条汉子，
斩断跳板！兄弟们，没白死。余生，我不是让你们护送百姓撤离吗？他们怎么会在城墙上？校尉大人，他们不肯走。明川，你看清楚，是这些连刀都拿不稳的百姓，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冲上城墙，用石头、用工具帮我们挡住了胡巨人的总攻。若大周百姓皆如此，何惧四方强敌？狼风口是我们的家，跟这帮敌军拼了！大周男儿，谢父老乡亲死战之恩，谢英业护国之魂。校尉大人，霍元清虽死，但他麾下最精锐的500亲卫营拒绝投降，他们结成了死阵，要跟我们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，他们也配？死字营，随我下城，碾碎他们！霍将军战死，我们回去也是死路一条。大虎斩的勇士们，死也要拉10个周人垫背，杀1个够本，杀2个赚了。想死，我成全你们。死字营听令，方阵推进，全方位碾压。顶住！给我顶住！弃枪！收拢战线，受降缴械。周人，爷爷要把你们撕成碎片！去死！滚！找死！校尉大人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这杂碎交给我。又来一个送死的蝼蚁，太弱了！爷爷要我们给我碎片，下地狱吧！真以为爷爷只会玩刀吗？耍杂技的把式，给我死！断月魂发！死！行了，我们投降，别杀我们！缴械不杀，全部绑起来，带回城按军法处置。校尉大人，我们打赢了吗？大人，您这是……大将军有令，此战死字营首攻，从即刻起全体解除奴籍，恢复良民身份，你们自由了。娘，儿子终于做回人了！校尉万岁！誓死追随校尉大人！有了这支军队，朝中的奸佞与边关的蛀虫，我临川便能亲手肃清。相公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答应过你，绝不食言。校尉大人，陈校尉出事了！什么东西大惊小怪的？我们在清理霍元清的尸体时，从他的贴身内甲里搜出了这个。这怎么可能？张继，他竟然为了私仇勾结胡杰，拿狼风口几千军民的命当交易，这群祸国殃民的畜生，朝堂奸逆当道，真是寒了将士们的心啊！胡杰外患已平，接下来该杀内贼了。张炬，等着我清算。陈校尉，属下该死，第一批军粮没了。你说什么？叶先生发的粮怎么会没？我们在黑风林遭遇了响马，兄弟们死伤过半啊！响马早绝迹了，谁敢动边军的粮草？哪儿来的响马？这分明是他的连环计。先断粮引胡缠人攻城，
如果狼风口没破，这所谓的降马，就是饿死我们的最后一把刀。畜生！城里一颗粮食都没了，将士们拼死守住国门，难道要活活饿死在这废墟里？校尉大人，胡杰人留在后方大营的粮草物资，我全给拉回来了，够咱们吃上3个月。张芝，你想饿死我，那我就吃缴获的粮，养我们的兵，吃饱了好去找你清算。三哥，老七，三哥，真的是你没死。老七，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。堂堂南疆7虎之一大将军的亲兵校尉，怎么会沦落到死字营当军奴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陈校尉，你负责安置物资。唐彪长，晚上来我家里，咱们边吃边聊。是，校尉大人。相公，叔叔打跑坏人回来啦！我回来了。相公，你受伤了吗？没有，都是敌人的血。快脱下来，我去给你烧热水。进来，门没锁。校尉大人，属下空手而来，实在失礼。今晚没上下级，只有兄弟。坐。相公，肉切好了。亲兵校尉唐开然，拜见大小姐，属下该死啊！三哥，快起来，这不怪你，怪我！大将军被抓的时候，我连刀都没拔出来，我是个懦夫。哭能把仇人哭死吗？坐下，说清楚。半年前，朝廷连下3道圣旨召大将军回国。刚进神都，禁军就缴了我们的械。大将军为了保全我们，孤身入宫。第3天，仅仅第3天，他们就以结党营私、意图谋的罪名把大将军斩了。南疆7虎，死的死，发配的发配。大将军平定南疆，功高震主，朝中权臣构陷污蔑，皇上听信谗言，才酿成了冤案。这是彻头彻尾的阴谋。张欣就是那帮乱臣贼子的走狗，扣押军粮就是要逼死我们边军。我爹一生精忠报国，为什么要落这个下场？苏老将军的血不能白流，狼风口战死的兄弟不能白死。朝中奸佞当道，那我们就用手里的刀清君侧，除奸贼。明日起，全军备战，先剿灭降马，再找张勋清算这笔债。清君侧，除奸贼。骑兵冲锋，罪迹散乱。从今天起，抛弃你们以前的散兵游勇打法，100人为一队，前排重甲破阵，两侧轻骑游射。遭遇敌军步兵方阵，不要硬冲，用我教你们的长枪投掷，撕开缺口。这等练兵之法，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？记下来了吗？记下了。凌川，你简直是个鬼才！校尉大人，有这套战法，别说降马，就算是禁军来了，咱们也能给他凿穿。纸上谈兵没用，得见野。传令全军披甲上马。张熙的走狗劫了我们的军粮，就在10里外。练兵第一战，务求全胜，出发！校尉大人，这帮马贼扎营怎么跟正规军一样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马贼。星寒，拔掉哨塔。是。先行阵，凿穿他们。必须接阵迎敌。别杀我！是张参军让我们这么干的。留着他当人证，证据确凿。张继通敌卖国，劫掠军粮，死字营听令，带上粮草，随我入关，清算内贼。吕校尉，饶命！我叫郭肃，我是北西军的校尉，都是张金逼我干的。身为边军，不杀胡介，却假扮马贼劫掠同袍的军粮，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。张旭扣押军粮，不只是为了贪污，他在土宝地窖里私藏了大量兵器甲胄，意图谋反。私藏兵甲？他一个节度府参军哪来的胆子？且我还偷听到苏方定大将军被害，南西军里有内鬼配合他们。内鬼是谁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级别太低了。我说过，给你个痛快。边军败类，死不足惜。大将军精忠报国，却死于权臣与内鬼的算计，这朝堂之上难道就没有公道了吗？我们就算拿到证据报给朝廷，恐怕也会被那些只手遮天的大人物压下来。哼，把希望寄托在朝堂的公道上，
是最愚蠢的做法。既然奸佞当道，那我们就做能护住自己的人。凌川，你难道想……我对谋逆作乱没兴趣，我要的是守好边关，护好百姓，让所有想害我们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我要手握足够强的兵权，我要让这天底下没有任何奸逆蛀虫敢拿捏我们的生死。至于我娘子，我会让她堂堂正正受万人敬仰。出事了，您快去地窖看看。怎么回事？这帮畜生，他们根本不配穿这身军装。别怕，我们是大周狼风口的守军，你们安全了。这是私藏重甲，形同谋反，他疯了吧？他不仅贪了我们的军粮，还要拿这些装备去武装他的私军。他的野心比我们想的还要大。把百姓救出去，把这些甲胄全部翻回狼风口，装备死字营。端了他老巢，抢他兵甲，张晋不会善罢甘休。你的意思是？他一定会派正规军以平叛的名义来狼风口杀人灭口，传令全军火速回城，准备迎战。凌川，看看我让李木匠连夜赶制的大杀器，只要张修敢派兵来，500步内，这床弩能连人带马给他定穿。3张硬弓叠加，威力尚可，但500步的射程对于重甲骑兵来说还是太近了。500步还近，这已经是大周军械的极限了。李木匠，把这张后弓拆下来，翻转180度，反向安装。使不得啊，凌校尉，3张弓必须朝同一个方向发力，你反过来装，这弓弦互相拉扯，这弩不就废了吗？凌川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这违背了常理啊！常理就是用来打破的，照我说的做。这肯定得炸膛！上绞盘，放！这速度，这力量，预测射程。启禀校尉，720步，足足720步，竟然提升了1半的射程，怎么做到的？后弓反装能提供2次蓄力，在古籍上这玩意儿叫3弓床弩，又名8牛弩。有此神器，就算张志把节度府的底牌全掏出来，我也让他有来无回。还不够，8牛弩只能点杀。面对密集军团，我们需要面杀伤。李师傅，胡杰人的投石车全靠人力拉拽，太费劲，精度也差。按我画的改。校尉大人，这杠杆后面吊个大木箱子干啥？还有这装石头的勺子，怎么改成皮带了？那个箱子叫配重舱，里面装满泥沙，利用重物下坠的杠杆原理，把石头甩出去。皮兜能让石头飞得更远、更准。装弹，试射左前方600步外的废弃哨塔。放！神了！不用人力拉拽，威力竟然翻倍。凌川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嫡媳，嫡媳，校尉大人，南方发现大批正规军，打着漠北节度府的旗号，兵力不下5000，全是重甲步兵和骑兵，距离狼风口已不足5里。张基这条老狗，果然迫不及待来杀人灭口了。来得正好，拿我的新玩具给他们长长见识。
全军一级战备！城墙上的叛地听着！死字营校尉凌川，勾结降马，劫掠军粮，意图谋反。本将奉张参军之命，前来平叛。识相的，立刻打开城门，交出凌川和所有兵甲物资，否则城破之时，严惩不贷。胡说八道，贼喊捉贼。多说无益，瞄准敌将。怎么不敢说话了？哼哼哼，600步的距离，你们的破弓烂弩，连我的马毛都碰不到。给我攻！凌川，将军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什么武器能射这么远？投石车，覆盖射击，放！怪物，快跑啊！死字营听令，开城门，击溃他们！别杀了，我们投降，凌校尉饶命啊！张基派你们来灭口，就该做好被军法清算的准备。死字营听令，全军集结，随我直奔飞龙城。刀下留人！这都是你们干的！5000精锐，就这么被你们击溃了？叶大人，是他们打着平叛的旗号来杀我们，难道我们引颈受毒不成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凌川，快把刀放下！我奉大将军之命，前来宣读军令。念。大将军令：狼风口守将陈志陶死守国门，封6品都尉。死字营全体将士，不畏生死，大破敌军。特准解除奴籍，享有正规军同等俸禄。自成一营，由临川统帅；自成一营，由临川统帅。林校尉，接旗吧。官方证明了，我们不再是罪奴了，我们是大周的正规军了。大将军的赏赐我收了，赏赐给完了，现在咱们来算算账。张基扣押军粮，私藏重甲，意图谋反，甚至把大周百姓卖给胡家人当女奴。叶大人，你告诉我，这背后到底是大将军的意思，还是京城里那帮权贵的意思？祸国殃民的国贼，张基他怎么敢？叶大人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这事大将军到底知不知情？如果是大将军授意，那我今天也要讨个说法。凌川，
大将军一生戍守北疆，绝不会干出这种卖国求荣的勾当。张勋的岳父是当朝户部尚书，他背后是京城里那帮手眼通天的大人物。果然，大将军被害，也是这帮人在背后捣鬼。好霸道的酒香，这是什么酒？我自酿的粗酒，叶大人压压惊。好酒，够烈，够劲。我喝遍天下名酒，竟从未见过如此鲜酿。此酒入口如群狼撕咬，霸道绝伦。林兄弟，我看就叫它狼血如何？狼血，好名字。叶大人，这狼血若放在市面上，能卖多少钱？普通10里香卖1两银子，你这酒至少5两银子1斤，且供不应求。林兄弟，张金谋反的证据我会亲自呈给大将军，但在大将军发话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京城的水太深了，记住，在朝堂这盘大棋里，被当作棋子利用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你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。棋子，我早就不想当棋子了。没有价值，那我就创造价值。想跟京城那些权贵斗，光靠这1000把人不够。我要搞钱，我要扩军，我要买空天下的铁矿。李师傅，按这个图纸，给我打一套纯铜的家伙事，一定要密封严实，不能漏气。校尉大人，这大锅上面接个弯管，还要泡在冷水槽里，这是干啥用的？这叫蒸馏冷凝器。我要把粗酒里的杂质全部剔除，提炼出真正的鲜酿。相公，这真的能行吗？好香，相公，你简直是神仙下凡。校尉大人，您让我们脱了军装，这是要干啥去？大人是想让我们重操旧业？哼，聪明。朝廷不发军饷，我们就自己挣。我要把这狼血卖遍大周。你们几个懂买卖，跟我去一趟齐城。属下愿为大人效死。客官，咱们齐云阁可是100年老店，一壶10里花就要1两银子。您几位包个最好的雅间，剩下的当你的赏钱。哎呦，公子爷里面请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把你们东家叫来，就说本公子有一桩让他只赚不赔的泼天赋，贵，要跟他谈。老朽黄文斌，听掌柜说，公子有泼天的富贵要送给我。哼，老朽在这齐城做了一辈子酒楼生意，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口气。黄老先生，
初次见面，这杯酒算我敬你。公子不必套近乎，老朽已经多年不饮酒了，有什么话直说吧，我时间很宝贵。我敢保证，我的生意能让你齐云阁每月的净利润再翻2成。你确定不喝这杯酒？翻2成？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我齐云阁已经是云州第一，你拿什么让我翻2成？看来公子是在消遣老朽，恕不奉陪。看来云州第一酒楼的东家也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什么味道？黄老先生不是多年不饮酒了吗？鲜酿，绝对的鲜酿，老朽喝了一辈子酒，这酒简直是天上的琼浆玉液。公子，这酒你有多少？我全要了，你开个价。黄老先生觉得这酒值什么价？10两银子1斤，只要公子把这酒独家供应给我齐云阁，我出10两。黄老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不卖酒。嫌少，15两，不能再高了。我不卖酒，我要卖的是这酒在整个云州的独家代理权。酒，我无限量提供给齐云阁，你们负责定价、售卖，卖出的利润，抛去成本，你我3/7分成，我7，你3。荒唐！我齐云阁出人、出力、出场地，你只出个酒，就要拿走70%利润？黄老先生，这酒是独家秘方，天下只有我一家能酿。只要这酒在齐云阁开卖，不出3天，整个云州的达官富贵都会踏破你的门，欠。到那时，你赚的不仅是酒钱，还有暴涨的客流和无法估量的人脉。既然黄老先生觉得吃亏，那我就去对面的聚仙楼看看。我想，他们会很乐意把我当祖宗供起来。等等，公子留步，我签。3/7分成，我签。校尉大人，您太神了，不仅1分钱没花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有了源源不断的银子，我就能打造天下最强的铁器，我就能买空大周的铁矿。张金，还有京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们，韩一般，你们以为自己是执旗者，很快我就会打破你们的布局。凌公子，公子留步。公子，这是150两银票的定金，7日之内，老朽在齐云阁恭候公子的100斤鲜酿。黄老先生放心，我凌某人做生意最讲信誉。走，去云岚县。
校尉大人，咱们酒的销路已经打开，去云岚县做甚？张芝那批私藏的兵甲是往东面运的。云岚县是东面最大的县城，我要去查查是谁在接应这批谋反的物资。这体格子一顿得吃5斤米吧？谁家养得起这种怪物？只要5两银子，给俺妈买口宝棺，俺这条命就是你的。公子，这世道卖儿卖女的太多了，带他去棺材铺。上好的柏木棺15两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卖。废什么话！这口棺材我们要了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怪物啊！公子，俺去埋了俺娘，天黑前去城门口找你报恩。这莫非是传说中的金刚之气？这要是放在战场上，绝对是一员冲阵破敌的无双猛将。公子，查到了，云岚县最大的酒楼叫福印门。福临门背后的靠山是云岚县校尉张俊。张勋的堂弟，真是冤家路窄。福临门对面的酒楼叫什么？天香楼。走，去天香楼。我倒要看看这张家在云岚县。这位爷，吃饭住店来咱们福利门啊，对面的天香楼专宰外地客。滚开！好狗不挡道。哟呵，几位是不给面子了？知不知道这云岚县是谁说了算？怎么，当街硬抢？你们等着！掌柜的，找你们东家谈笔大买卖。在下谢之殿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在下狼风口凌川。原来是摄胡爵主将的凌校尉，草民谢之殿，拜见英雄。谢兄，你这满墙的治国良策，堪称惊天伟地之才，为何这天香楼却落得如此惨淡？林兄有所不知，那福临门是云岚县刘家的产业。刘家勾结云岚县校尉张俊，纵容兵痞来我店里吃白食、打砸抢，甚至当街威胁我的客源。我一介草民，哪里斗得过手握兵权的校尉？我正准备关门歇业了。谢兄，如果我说我能救活你的天香楼呢？这是什么仙酿？此酒名为狼血。只要你答应，以后天香楼独家售卖此酒，我帮你解决张俊。林兄，万万不可！张俊手握重兵，背后更是漠北节度府的张俊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